生命中最大的荒唐，莫过于我们总在事情尚未发生之前，就在脑海中编织出无数种灾难的剧本，并调动全身的能量去为这些不存在的痛苦提前买单。这不仅仅是愚蠢，这简直是在抢劫自己的福报。其实世间本无真正的苦厄能瞬间压垮一个人，真正让人心枯力竭的是那种在因缘尚未成熟时就妄想用这具脆弱的肉身去提前抗衡那座由你脑海幻象出来的阴暗大山。这种名为提前焦虑的火，烧掉的不是未来的烦恼，而是你当下的功德林。当你开始在脑海中演练失败、排练痛苦、预知恐惧时，你已经开启了一个无底的漏斗，让本该滋养你现世安稳的福报，顺着这些虚妄的念头流失殆尽。这哪里是未雨绸缪？这分明是在因果的账本上做了一场最亏本的买卖。正如大宝积经中的核心开示：心抓取过去，则生忧虑；心抓取未来，则生恐惧。这一句简单的话点破了多少人一生的困局。在佛学的关照中，每一个起心动念都是有能量的，而焦虑本质上是一种对空性的极端无知，它像是一种精神上的咒术。你在事情还没影儿的时候，就先在心里给它定了一场恶果。这种状态在佛学中被视为一种深重的辩计所执行。也就是说，你用自己虚构的恐惧遮蔽了本自圆满的自性。为什么说这是一种智慧的缺失？因为在因果的运行规律里，果报的呈现需要因缘具足。可很多人总想跨越时间的维度，提前去审判那个还没到来的果。这种跨越是对因果律的僭越，也是对生命节律的亵渎。这种焦虑不仅改变不了任何定数，反而会因为你心念的混乱，招赶来更多的违缘。你以为你在思考对策，其实你只是在黑暗中挥刀砍伤的是你自己。这期影片要讲的真相，关乎到你未来3年的运势，更关乎你这一身的精气神究竟要往哪儿流。今天我不仅要告诉你为什么不能焦虑，更要带你看清那些真正有大福报的人是如何在狂风暴雨前守住那一颗如如不动之心的。如果你也曾感到莫名的心累，觉得自己明明没做什么却疲惫不堪，那或许正是因为你的福报正在通过焦虑的裂缝悄悄溜走。请大家在评论区诚心打下一句：安住当下，福报自守。这不是简单的口号，而是一次对自心的加持。让我们一起在这堂课中找回那把锁住福报的钥匙。在群山褶皱的深处，有一座甚至连名字都快被岁月磨平的小庙，叫做无事庵。庵里坐着一位老僧，法号慧寂。他守着半亩枯木，话极少，眼极深。传闻慧寂并非天生沉默，而是因为他曾得到过一件能让世人疯狂的宝物，那是他在定中感召的一只通体雪白的灵禽。山下人称它为预言鸟。这鸟不食烟火，唯独对人心深处的波动极其敏锐。每当慧寂推门而出，白鸟便会落在他的肩头，发出一声低回的鸣叫。这声音不是旋律，而是一幅画，一幅关于明日的画。起初，慧寂以为这是天大的恩赐。当百鸟预警山洪时，他提前加固了堤坝；当百鸟暗示寒潮时，他提早备好了木炭。他觉得自己像是掌控了因果的舵手，在命运的巨浪打过来之前，就已经稳稳地站在了岸上。然而，由于这种提前窥视的权利，慧寂心中那一池原本平静的静水开始起了波澜。他发现百鸟不仅预告灾殃，还会预示那些细碎的无常。有一回，百鸟在他耳畔发出一种凄厉的短促音，慧寂心中猛地一沉。他通过这一声频率，分明看到了7天后，庵堂那根支撑了100年的主梁会生出白蚁。从那一刻起，慧寂的世界变了。他不再看窗外的流云，
也不再听松涛的私语。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根主梁。第一天，他觉得空气太潮，白蚁一定在暗处滋生。第二天，他似乎听到了木材深处有细微的啃噬声，那声音像锯子一样割在他的心口。第三天，他甚至不敢合眼，只要一闭上眼，他就看见大梁崩塌，瓦砾横飞，自己被埋在废墟下，血流满面。其实此时的大梁依然坚固如初，可惠济的脸色却比大梁还要惨白。他开始疯狂地翻找驱虫的草药，甚至因为过度紧张，在烧煮药水时打翻了炉火，险些烧掉半间僧寮。他明明还坐在这个安全的当下，魂魄却早已在那场还没发生的灾难里被折磨得支离破碎。那种沉重的心理压力，像是一块无形的巨石，隔着7天的时空，死死地压在此时此刻他的脊梁上，让他呼吸维艰。这种压力不是来自白蚁，而是来自那种对尚未发生的毁灭的极端确认。到了第4天，惠济已经彻底沦为那声鸟鸣的囚徒。他眼里的血丝像蛛网般蔓延，原本清澈的定力被焦灼的虚火耗尽。白鸟依旧落在那根主梁上，歪着头注视着他，那冰冷的眼神仿佛在嘲弄一个自以为是的聪明人。惠济开始质疑一切，他觉得木梁的颜色深了1分就是腐朽，觉得空气中的尘埃落下便是蚁穴的碎屑。这种极致的焦虑不仅吞噬了他的睡眠，更开始侵蚀他的肉身。他发现自己的双手开始不可抑制地颤抖，那是福报在念头的内耗中加速干涸的表象。就在这时，白鸟又叫了，这一声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要沉重，像是一声丧钟。在惠济的意识里，他看到的画面不再仅仅是大梁的崩塌，而是整座吴世安在风雨中化为齑粉，甚至连他辛苦修行数十年的功德，也因为这一场变故毁于一旦。恐惧如同潮水，一旦漫过了理性的堤坝，剩下的便是彻底的疯狂。为了保住那根梁，惠济爬上高处，用厚重的石灰和不知名的粘胶去封堵那些他臆想出来的裂缝。因为动作太快，心神太乱，他从梯子上重重摔下，右腿骨裂的钻心疼痛瞬间席卷全身。他在冰冷的地上爬行，却不是为了求医，而是挣扎着要去抓那只白鸟。他嘶哑着嗓子质问，既然你让我看到了灾难，为什么不给我避开灾难的力量？既然祸事注定要来，你为什么要让我提前在恐惧中死过一遍又一遍？白鸟扑棱着翅膀，落在它触手可及却又永远抓不到的地方，发出一阵似哭非笑的低鸣。那一刻，惠济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绝望。那场预言中的大难还没降临，他自己却已经亲手把当下的生活变成了一片废墟。他引以为傲的预知成了一把亲手递给命运的屠刀，精准地刺向了自己最脆弱的心房。这种情绪的张力已经紧绷到了断裂的边缘。他躺在漏风的禅房地板上，感受着断腿的剧痛，听着主梁上那似有若无的幻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如果这就是明天，那么明天不如现在就杀了我。第5天的黎明是在一种令人窒息的死寂中降临的。惠济躺在冰冷的地砖上，右腿的伤处已经红肿发黑，像是有无数根烧红的细针在骨髓里攒动。那种疼痛是真实的，但更让他感到灭顶之灾的是窗外渐渐阴沉下来的天色，云层像铅块一样堆积，仿佛整个宇宙都在配合那只白鸟的预言，准备给这间破败的小庙最后一击。他死死盯着那根主梁，在那种极致的焦虑中，他的感官出现了一种诡异的扭曲。他竟然看到主梁在微微弯曲，看到那些本不存在的白蚁像黑色的潮水，
正从木材的纹理中喷涌而出。这种眼见为实的幻觉，其实是内心焦虑具象化的投射。佛家讲，境由心造，此时慧寂的心已经是一座地狱，那么他眼前的世界便绝无生机可言。最可怕的折磨不在于痛苦本身，而在于等待痛苦降临的过程。这种等待将1秒钟拉长得像1个世纪那样久。慧寂开始在心里计算，如果梁断了，瓦片砸下来的角度会是如何？如果庵堂塌了，他这具残躯该如何爬出废墟？他甚至开始提前为自己哀悼，想象着自己死后无人收尸的凄凉。就在这种精神近乎崩溃的边缘，白鸟再次振翅。这一次它没有落在梁上，而是直接落在了慧寂肿胀的伤腿旁。他歪着头，用那种令人发指的平静发出了最后一段音节。那一瞬间，慧寂彻底疯了。他在那段音节里读到了最终的结局，不是大梁折断，也不是白蚁蚀骨，而是他自己，慧寂，将会在这一天的黄昏，因为极度的恐惧导致心脉震碎，死在这冰冷的地板上。这是一个死循环。预言告诉他他会死于焦虑，而这个预言本身又让他陷入了更深的焦虑。他感觉自己的胸口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死死攥住，每一次呼吸都带着血腥味。他积攒了半辈子的福报、定力、清净心，在这一刻就像是被烈日暴晒下的露水瞬间挥发得干干净净。他像是一个破产的赌徒，提前把余生所有的运气都压在了恐惧这个必输的盘口上。残阳如血，一点点掠过慧寂那张死灰色的脸。就在他心脉紧绷到即将崩断，等待死亡降临的那一刻，庵堂外突然传来一阵清脆的斧凿声，那是山下的老樵夫。因惦念前几日的大雨，上山来帮慧寂修缮那根早已腐朽的后院檐柱。樵夫推门而入，看到倒在地上的慧寂，大惊失色。慧寂用尽最后一丝气力，指着那根主梁，嗓音嘶哑：“梁要塌了，已是。”樵夫抬头看了看那根结实如初的红松主梁，又看了看慧寂那根因为自我折磨而红肿溃烂的伤腿，长叹一声：“师傅，您这是中了什么魔？这主梁是100年的老料，火都烧不透，哪来的白蚁？倒是您这腿再不救，人就真要交代在这儿了。”说罢，樵夫从怀里掏出一把最寻常的驱虫药粉，随手撒在慧寂视若神明的那只玉眼鸟身上。刹那间，那只通体雪白的灵禽竟冒出一股黑烟，化作一只丑陋的石斧老痕，怪叫着冲出窗外。哪有什么灵禽，那不过是山间瘴气凝结的一丝幻魅，专门寻找那些心有挂碍、喜好窥探未来的修行人，用名为预知的诱饵调走他们生生世世的福报。慧寂愣住了，那场让他魂飞魄散的灾难，自始至终只存在于他的念头里。主梁没塌，世界没毁，唯独他的腿断了，心乱了。原本清净的道场成了荒芜的废墟。他所谓的提前准备，其实是亲手为自己挖了一座坟。当他彻底松开那颗想要掌控未来的心时，胸口那股窒息的压迫感竟奇迹般地消失了。虽然断腿依旧生疼，但那股吞噬生命的焦虑之火熄灭了。他看着那抹消失在暮色中的黑影，终于明白，那只鸟预言的死亡并不是肉身的终结，而是他在焦虑中亲手杀死了那个当下的自己。那一晚，慧寂没有死，他在断腿的剧痛中听到了久违的虫鸣声。他发现，当他不再去担心明天是否会下雨时，此刻洒在窗台上的月光竟是如此厚重而慈悲。原来，人生的苦难往往只有3分：
剩下的7分全是我们在焦虑的幻象中用福报换来的刑具。在佛学的微观世界里，焦虑从来不是一种对未来的保护，而是一种对能量的盗窃。我们要明白一个极其深刻的概念，叫做念头的实体化。普通人总觉得我心里想什么，只要没做出来，就不会对现实产生影响。这正是最大的误区。在因果律的运行中，你的每一个焦虑的念头都是在向宇宙发出一个负面信号。当你反复预演一件坏事时，你其实是在用你当下的福报作为抵押，去换取那个负面果报的加速显现。为什么说这是在透支福报？福报在佛学中可以理解为一种清净的资粮，它像是一盏灯的灯油。当你的心安住在当下时，灯油是在平稳燃烧，照亮你的前程。可一旦你陷入提前焦虑，你就像是在疯狂地拨动灯芯，试图看清远处黑暗里的路。结果呢，远处的路你依然看不清，眼前的灯油却因为火势过旺而迅速耗尽。很多人年纪轻轻就神情枯槁，身体无名病痛，事业遭遇莫名阻碍，去查因果，往往查不到什么惊天大恶，全是毁在了这些细碎的绵延不绝的焦虑念头里。这些念头就像细小的蚁穴，日复一日地掏空了你命运的大坝。从佛教教义的深层视角来看，焦虑的根源在于对无常的抗拒和对我执的狂热。我们总想通过提前担心来获得一种掌控感，以为只要我把最坏的结果想到了，我就能避开它。这在佛学中叫做虚妄分别。维摩诘经里讲，从痴有爱，则我并生。这种痴就是看不透世间万法皆是缘起缘回，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未来等着你去排练。你所焦虑的那个未来本质上是一个空泡，它会随着你当下的每一个选择、每一个转念而发生偏移。当你把当下的定力全部撤回，投射到那个虚构的空泡上时，你其实是切断了自己与自性源头的连接。焦虑的人灵魂是不在躯壳里的，他们活在一种活死人的状态中，肉身在吃饭，心在明年的亏损里，肉身在陪伴家人，心在下个月的考核里。这种身心分离在禅宗里被称为走火入魔。你以为你在解决问题，其实你是在制造业障。因为一个心乱如麻的人是不可能感召到祥和的缘起的。我们要揭示的第一个真相是关于念头的调频规律。在佛法的深度观察中，宇宙并不是一个死气沉沉的物质堆砌，而是一个感应道交的巨大能量场。你可能听说过万法唯心造，但你或许从未意识到，焦虑本质上是一场极其精准的负向调频。每当你陷入对未来的恐惧和反复的盘算时，你的心念就像是一个高功率的发射塔，正在向虚空不断广播匮乏、倒霉和受害者的信号。这种频率一旦发出，就会在冥冥中与同频的唯缘产生共振。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感叹，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这并非上天对你的惩罚，而是你自己用焦虑作为磁铁，将原本可能与你擦肩而过的霉运硬生生地拽进了你的生活圈。焦虑的人，他的气场是紧缩且浑浊的。从因果的磁场学来看，这种频率会形成一种遮蔽效应。原本属于你的福报，那些即将成熟的善缘，往往是清净明亮的。当他们靠近一个充满焦虑、疑虑重重的人时，就像是清泉遇到了污泥。你的心念如果不清净，哪怕天降甘露落到你的田里，也会变成苦涩的药水。所以我们要明白，焦虑并不是在防御灾难，而是在为灾难铺路。你每在脑海里演练一次失败，你就在现实的维度里加固了一次失败的能量。这种共振效应会悄悄改变你身边的人事环境。
让你在不经意间做出错误的决策，说出损福的话，从而让原本可以化解的危机，最终演变成不可挽救的实相。真正的大智慧者遇到事儿的第一反应不是去想怎么办，而是先强行按住那个跳动的念头，因为他们知道，只要频率一乱，接踵而至的一定是满盘皆输。接下来我们要揭示的第二个真相是关于愿力与疑心的隐秘博弈。很多人常向我抱怨，说自己明明在修福，在布施，甚至每天虔诚礼佛，为什么生活中的违缘还是接踵而至？其实答案就在你的念头里。在佛法的能量天平上，1分愿力可以消万年业力，但1分疑心却能瞬间中和掉10分功德。而焦虑正是疑心最凶猛、最隐蔽的表现形式。你要知道，求福的本质是由于你对宇宙慈悲法则的全然交托。可当你一边念经求财、求平安，一边又在心里反复盘算：如果这事儿没成怎么办？如果对方骗我怎么办？如果明天情况恶化了怎么办？这种行为在因果层面上叫做反复回愿。你的焦虑实际上是在对着虚空大声宣告：我不相信因果会有最好的安排，我不相信我的福报足以支撑我渡过难关。这种深入骨髓的不信任，就是一种极其沉重的业障。这种念头的对冲，会让你的愿力变得支离破碎，就像你一边给一盆花浇水，一边又用开水去烫它的根。焦虑产生的紧缩感会闭塞你周身的气脉，让原本顺流而下的福报被你那颗由于恐惧而变得狭隘的心死挡在门外。佛家讲疑为苦缘，当你开始为未来提前焦虑时，你其实已经在那一刻失去了对福报的承接力。那些真正能感召大福报的人，往往都有一种近乎天真的笃定。他们种下善因后，便不再去翻动泥土看种子发芽没有。而焦虑的人，就像一个刚种下种子就不断刨开土检查的农夫，他不是在关心庄稼，而是在亲手毁掉生命力。你的疑心和焦虑就像是愿力中的杂质，让你的感应变得微弱。所以想要福报显现，你必须先收回那颗反复试探未来的心，因为任何带有焦虑的祈求，在因果看来其实都是一种变相的诅咒。最后我们要揭示的真相是关于你这具肉身坛城的生理业报。在佛家的世界观里，身体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生物机器，而是一个承载着你生生世世业力的风水宝地。佛法讲4大调和，指的是地、水、火、风4种元素在你体内的平衡。而焦虑在因果逻辑中属于最炽热的一种虚火。当你陷入提前焦虑时，这种由于妄想产生的意业会直接转化为肉身的损耗。你每在脑海里演练一次痛苦，你的每一个细胞就会经历一次真实的应激业报。你以为只是想了想，但你的精气神却在这一刻被疯狂地抽离。这种感觉就像是一个坛城，原本应该供奉着清净的香火，却因为你无休止的焦虑，被引燃了一场无名大火。这把火烧掉的不只是当下的精力和体能，更是你支撑未来运势的根基。这种生理上的透支，在世间法中表现为失眠、脱发、胃痛，或者是莫名的疲惫，但在出世间法中，这是福报外泄的实质表现。一个长期焦虑的人，他的神气是涣散的，眼神是暗淡的。这种状态在相学上叫做败相。当一个人的神散了，原本属于他的财气、人气和贵人缘，就会因为这具坛城的破损而流失殆尽。因为这世间最顶级的吸引力，其实是一个人由内而外散发出的定力与清净感。所以请记住，焦虑是对肉身最残忍的自残。你在为10年后的生计发愁时，你其实正在摧毁能让你活到10年的本钱。
这种预知痛苦的行为，在因果账本上属于自杀性的开支。那些真正懂修行的人，即便大难临头，也要先护住这一身的精气神儿，因为只要坛城不倒，火种不灭，福报就总有重聚的一天。而那些在焦虑中先把自己耗干的人，哪怕转机出现在明天，他也没有命去接住那份泼天的富贵了。既然看清了焦虑如何像漏斗一样偷走我们的福报，那么我们该如何在这红尘乱世中修得一副百毒不侵的定骨？这不仅仅是心态的转变，更是一场关于意识主权的夺回。在佛学的实操智慧里，解决焦虑的第一把钥匙叫做断绝虚妄的时间感。我们要明白，众生之所以苦，是因为我们活在一种线性时间的幻觉里。我们总觉得过去在后面追，未来在前面等。但佛陀在《金刚经》里早就慈悲地提醒过，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句话不是玄学，而是最顶级的生存技术。焦虑的本质是你的神识离位了，你的肉身在这一秒，你的神识却跑到了下一秒。明年甚至10年后，要改变这种状态，你必须学会止于当念。当一个焦虑的念头升起，比如万一这件事失败了怎么办？你要做的不是去分析它，也不是去否定它，而是像看电影一样看着它。你要在心里对自己说，看，这是一个念头在表演，它不是我。在佛学里，这叫觉察。当你能觉察到焦虑，你就已经不在焦虑之中了。你要强行把那颗四处乱窜的心从未来的废墟里拎回来，安置在此时此刻的呼吸上。你要知道，所有的转机，所有的神迹，所有的福报，只可能在当下这个唯一的入口降临。你把入口关了，去跑未来的远路，除了疲惫，什么也带不回来。接下来的这一步至关重要，叫做因上努力，果上随缘。现代人的焦虑大多是因为因果倒置，我们总是盯着那个还没结出来的果反思、痛苦、纠结，却唯独忘了在当下的因上用力。你要学会一种智慧，既然未来是不确定的，那么唯一能确定未来的方式，就是把当下这1分钟的清净心守住。你要告诉自己，我已经尽了人事，剩下的就是因果的运作时间。在那之后的所有担心，都是对因果的不礼貌，更是对自身愿力的折磨。你要尝试建立一种福报信任，你要相信，只要你此刻的每一个念头是善的，是清净的，是尽力的，那么宇宙绝不会给你算错一个小数点。那种试图通过焦虑来查缺补漏的行为，不仅多余，而且干扰因果法则的正常运行。在日常生活中，你可以尝试练习镜随心转的视觉化。每当你感到焦虑之火烧起来时，想象你的心底有一口深不见底的古井，那是你生生世世积累的功德池。那些烦恼的火花掉进去，连烟都冒不出来。你要学会在混乱中寻找那个不动点。外面风大雨大，你的心要像一座如如不动的须弥山。这种意识的转变会直接改变你的能量场。当你不焦虑了，你的呼吸会变得深长，你的眼神会变得坚定，你周身的磁场会从求索转变为感召。你会发现，原本棘手的事情突然有了转机，原本刻薄的人突然变得和善。这正是因为你锁住了福报的出口。你要明白，这世间最强大的力量不是算计，而是那种我已经做好了我该做的。接下来，我静看花开的淡然，这种淡然才是锁住你一生福报的最强法阵。当你真正运用这些智慧，你会发现生活不再是一场疲于奔命的救火，而是一场从容不迫的发挥。你不再是命运的灾民，而是自己福德的主人。从今天起，试着每天只活这1分钟，这1分钟不忧过去，不惧未来，唯有当下的清净。当你攒够了这1分钟的清净，你这一生
便是万德庄严。故事讲到这里，你应该已经明白，那只在慧寂禅师肩头哀鸣的预言鸟，其实从未飞远。它此刻或许正停留在你的眉间，或是潜伏在你的每一个深夜。它是那封还没收到的账单，是那场还没开始的面试，是那个还没确定的体检结果。我们这一生太习惯于给这些幻象交税了，而这种税的名字就叫焦虑。请你静下心来想一想，如果生命是一场无法重来的法会，你究竟是那个在法座下如如不动领受法义的智者，还是那个在门外不断计算风暴何时降临，结果错过了整场花开的凡夫？我们要知道，因果的运行并不需要你的担心来作为燃料，相反，你的焦虑只会像一阵不合时宜的狂风，吹乱了原本有序的棋局。人生的真相其实极度简单，却也极度深邃。那些你曾经以为跨不过去的坎，回头看时，其实大多不是被你的努力解决的，而是被时间这尊大佛悄悄化掉的。既然时间能化掉一切，你又何苦在事情还未显形时，先在自己的心上凿开一个深不见底的窟窿？在这滚滚红尘中，真正的顶级福报，不是你有多少予取予求的财富，也不是你掌握了多少窥探未来的权柄，而是此时此刻，你坐在屏幕前，能拥有那份事来则应，事去则静的松弛感。这种松弛是一个人对自己因果的绝对信任，也是对生命大慈悲的全然交托。我们要学会做一个因果的农夫，只管深耕，不问花期。因为当你把心念从未来的幻影中撤回来时，你会发现你身处的这一个瞬间本就万德庄严，本就圆满无缺。所以从今往后，每当你感到那股无名的焦躁又在吞噬你的精力时，请记得在心里默默观想，那一根主梁依旧稳固，那一抹月光依旧慈悲。不要再让那个并不存在的明天杀死了你最宝贵的今天。你的福报不应该浪费在防御虚无的恐惧上，而应该用来浇灌眼前的清凉。如果你在今天的讲述中感受到了一丝久违的清静，或者是看清了内心那些纠缠已久的幻象，请不要吝啬你的法喜，你可以随手点个赞，或者将这段智慧分享给身边那个总是眉头深锁的朋友。你的每一次分享与转发本身就是一次殊胜的布施，是在这充满焦虑的世间种下的一颗名为心安的种子。也欢迎大家随喜布施和订阅我的频道，让我们在这条修行路上并肩而行，拨开迷雾，得见真章。最后，我想留下一个问题，供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答案。如果此时此刻你得知你未来所有的烦恼其实都已经注定会迎刃而解，那么现在的你最想用这笔省下来的原本要用来焦虑的能量去完成哪一件你一直想做却不敢做的事？记住，众生皆苦，唯有自度。而自度的第一步就是放过那个还没到来的明天。愿你心无挂碍，福报常随。